为什么仅凭这一个镜头就能把美国队长多年攒下的正面形象撕得粉碎？这是托尼头一回被打到完全无法还手，全身战甲损毁严重，尊严被人踩在脚下。而重伤他的不是哪个穷凶极恶的反派，是曾经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而引发这场冲突的是一段残忍到让人窒息的秘密录像。托尼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被冬兵的机械臂活活打死。重伤的母亲玛利亚也没能逃过一劫。更让他炸裂的是，他最信任的美队早就知道这件事儿，却一直瞒着他，还在保护杀人凶手。托尼死死盯着美队质问，美队一开始还辩解，表示自己之前并不完全清楚真相，但在托尼连番逼问下，他终于承认了。托尼念着往日一起拼命的交情，没对美队下死手，他把全部的恨意都对准了冬兵，只想让他血债血偿。就在托尼快要得手的时候，美队突然甩出盾牌上前阻拦。他射出磁力锁困住美队的双脚，拖着巴基狠狠按在墙上，抬手就要一炮轰上去了结这场恩怨。结果巴基用机械臂一把捏爆了他的手掌炮。与此同时，美队也挣脱了束缚，他立刻让冬兵先逃走。托尼挣扎着站起来想去追，被美队死死拽住，用盾牌直接摧毁了他的飞行器。托尼靠着另一只脚的飞行器硬是摆脱牵制，见巴基朝着出口方向攀爬逃离，托尼立刻朝着通道顶端发射导弹，赶在巴基逃出的前一秒彻底封死了出路。托尼再次压制住冬兵，可这时美队却又冲过来阻拦，三人在半空中撞成一团，从高处狠狠摔下来。一次次被阻拦，托尼的耐心彻底耗尽，两人当场展开了一场拳拳到肉的厮杀。眼看美队处于下风，巴基捡起盾牌，从托尼背后狠狠来了一下，局面瞬间变成2对1，这也是美队和托尼彻底决裂的一战。托尼一发能量炮把美队轰到一边，但巴基也强得离谱，一拳差点把托尼打懵。巴基把他死死按在墙上，伸手就要去掏他的反应堆。托尼胸口直接炸出一发能量炮，硬生生把巴基的机械臂给卸了下来。这下美队彻底怒了，抄起盾牌就往上冲。You can't beat him hand to hand. 眼看他已经占了上风，托尼让战甲系统星期5立刻分析美队的攻击模式，在系统的辅助下，托尼开始霸气反打。不服软的美队又甩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托尼正要发射能量炮，瘫在地上的巴基突然抱住他的腿，美队趁机反扑，把他举过头顶，狠狠砸向地面，然后骑在托尼身上左一拳右一拳猛锤，最后举起盾牌狠狠砸向他的反应堆，托尼彻底失去了战斗力。二人准备动身离开。 That shield doesn't belong to you. You don't deserve it. My father made that shield. 临走前，美队把盾牌留在了原地，转身带着巴基离去。另一边，黑豹暗中观察全程，顺利抓到了幕后主使泽莫。他从泽莫嘴里问出了全部真相：泽莫的家人死于索科维亚，他恨透了复联，精心设下圈套，让英雄们自相残杀。如今心愿已了，他准备自我了断。黑豹从他身上看到了被仇恨吞噬的自己，于是收起利爪，选择将泽莫绳之以法。大战落下帷幕后，托尼收到了一份快递，送件人正是我们熟悉的斯坦李。 Are you Tony Stank? Yes, this is Tony Stank. You're in the right place. Thank you for that. Never dropping that, by the way. Table for one. 包裹里是美队写的一封信，信中美队跟托尼说了声对不起，他知道自己伤害了托尼，他也解释了隐瞒托尼父母遇害真相的事儿，不是想欺骗托尼，是怕托尼受到伤害。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害怕受伤的人。盒子里还有一部老式翻盖手机，美队表示只要你需要，我一定到。之后美队去了关押超级英雄的地方，把队友们一个个全捞了出来。他带着巴基来到瓦坎达，巴基为了防止自己再被人操控，决定把自己冰封起来。美队则跟着黑豹留在了这里。 一直到多年以后，灭霸集齐了6颗无限宝石，美队和巴基才再次现身。